这一次我们来搞点不一样了，来分析不同的人、不同的习惯、不同的画法。第一届武道大会开始。这一次画的东西是第54周的群里练习，在这里感谢所有的参考，成为画画人的养分，爱你们哟！可以看到第一位会友很急，我都还没开始介绍他就已经开始了。起手就是用了一个颗粒笔刷起稿，一般这样的起稿都是氛围感优先，也会有一种粗糙油画肌理的感觉。但我个人觉得这画法就是装逼，就是帅，然后就是稍微勾勒一些边缘就开始铺测，有一点东西啊。阿 Rain， 那这就是他的账号，个人风格属于那种感性的选手，会用一些颜色来表达自己的画，对大飞蛾情有独钟。因为 Rain 老师这次灵感爆发，所以画了2张。那么也来看看另一张起稿吧。那么起稿的方式一样也是以氛围优先，但是这一次用的笔刷偏水彩偏粉笔，肌理感不会那么的强烈。可以看到他已经开始压重色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定下画布什么地方有重量了。那么接下来的步骤也跟上一张一样，直接来个色块定轮体。那这边先接着看下一位会友哦，是比较常见的定十字用线起稿，一般这样起稿偏理性，能把物体优先交代清楚。那这位嘉怡会友呢，风格比较偏向于伪厚涂与平涂之间，已经慢慢的找到自己的风格了，未来可期了。哟，这不幽灵公主吗？都熟人呐，慢慢的草稿也定了下来，也到了铺固有色的阶段。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位画画人。这个起手就是一个色块起稿，但是和第一位的画画人不同，因为它主要只是以色块的形体对比、比例结构、小局部开始做工，不是以氛围颜色大屌子优先，所以是线起稿和色起稿的中间值做法。我觉得，因为开始是灰调起稿没有血色，所以前面也看到了他用了一个效果图层带出了人物的血色。这位画画人就是吴先生，蓝鬼先生，他擅长的风格是偏2次元、干净利落的风格，个人风格很有辨识度，写实风格会比较少见。他这时候已经在抠眼睛了，开什么玩笑？不管他先，我们看下面一位。那这位画画人的起稿是线起稿，但是又有一点和前面的线稿不一样的感觉。他走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2次元线稿，它更加像是传统素描类型的起稿。但是呢，它又不限于全是直线切直线，它有很多曲线，所以会给人一种很奔放的感觉。那么他是谁呢？他就是暗黑系撒旦的知心好友，衣服袖表住在深海的派大星。他的风格就比较偏比较黑暗深沉的东西，但是他的线我一直感觉有一种呼吸感，还有他的上色是一块叠一块，都是比较硬的色块，有点像传统油画。那接下来就到老子的了，我也来凑个热闹，没什么特别的什么技术含量，就乱搞。我自己也是偏氛围的作画，定个大的冷暖调子，然后开始找大的外轮廓。这个时候就开始做了一些尝试，装饰性的东西，完善构图。其实心里也没有底，就是多看点参考，各种乱尝试，试到自己喜欢的为止。这个时候就开始带到一点五官了，这个阶段对我来说就是花时间的问题。哦，可以看到这边 Rain 的完成度已经提上来了，感觉有一点像观音骂，有一点神性的感觉，但是整体的氛围又是偏暗偏冷，形成了一个反差。这里还是选择加上了头纱，有点油爆琵琶半遮面的感觉了。这里加上了月亮，思路也越来越清晰了，而且和头纱的线条是对上了，也形成了一个小构图。哦，他开始使用奥义了，在画面重点主体的边缘做出了强调，而他使用的则是亮色，也符合他的主体月光整体互相呼应，一个字绝不会是大师中的大师哦，真屌！那他的第2张也是偏神性，有点佛的感觉，看得出来他是拜佛的，这方面有点执念。这一张整体还是偏冷的，但是肤色偏暖，所以会看起来还有一点点人的感觉，因为有血色。可以注意头纱的边缘，他走了一些鲜艳的蓝色，侧边走了一些粉色、紫色。其实这个思路是很好的，绕着色环走，延伸下去的话，其实会很惊艳。嘉怡这个时候调整了构图的大小对比。其实可以看到已经快要完成了，这里把四周围都压暗了，凸显了中间的主体，然后前面的狼就只作为一个剪影，就不会抢眼。嘉怡已经完成了，是里面第一个完成的人，牛逼！可以看到这边蓝鬼也用上了奥义，让脖子的后方有个字发光。他的作画方式是从画面的重点慢慢延伸往外细化的方式，不建议新手学习，因为这样做整个画面的精细程度很容易不一致。但是他不会，因为他叫吴先生。哦，你是最棒的。这里开始给角色增加一些俯视，然后把整体的灰调都提亮。这边增加了一些铁的元素，让整个画面会有更多的质感，会有更多的看点。然后头发的质感也是带出来，光这个画面的材质就有皮肤、布，然后皮革、铁，还有这个头发。
什么什么的。这里开始修整一些外轮廓，还有一些对比，最后就是把一些死板的边缘破开，会更加有一些光晕和笔触肌理的感觉。然后第二个完成的画画人就是吴先生 ，Bravo Bravo， 真低调啊！这里派大星已经开始上色了，上色的方式呢，就是用留白的方式，就像那种水墨上色留出高光的位置。但是可以看到它的笔法是比较随机的，不会有太多的规律，很自由的感觉。我个人觉得这样子的画风，或者说画画的方式的人，上限往往都是很高的。因为他们不会被局限，可以看到它的画面大部分用的都是以曲线为主，整体就会比较生动。但其实太多曲线也会有个弊端，把控不好会让整体显得很软。但是我现在以一个观众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刚刚好。而且还是画面里面的优势，不知道有没有人的审美是跟我一样的。这个是他的黑白稿，他本人表示还没有完成最终效果，但是我已经没时间了，我操！想看完稿了，可以去他的 IG 看。这里可以看到 Rin 做了一个前景的遮挡，也可以当做是一个留白，就是用一些颗粒的笔触来带过，然后把这一片留白压得更灰一些，让整个画面变得更加和谐。这里 Rin 加了一颗眼泪，让整个画面增添了一抹悲伤的色彩，只能说高，确实高，神来一笔哦。Are you sure about that? Rin 的第一张就完成了。这里 Rin 正在细化这个背光和自发光，是以一个色环的方式过渡。其实这种色环的用色方式是很可取的，这个思路套用在很多地方，都能让颜色看起来很丰富，也不生硬。据本人所说，这一张没画完，但是整体的色彩还是很有看点的，尤其是画面里微微的粉色。Alright, it's my turn now. I'm gonna try explaining what I'm doing in English. If I mess up or sound weird, please forgive me. Good. Right now, I'm basically just messing around with the facial features. This step is all about being patient and take the time and get things right. Around this stage, I felt like trying some Chinese ink painting vibes. So yeah, I begin using some ink brushes to sketch up these brown shapes, just playing around with the composition. At this point, I feel like playing with some white space just to get a Chinese ink painting vibe. In the end, I decided to lean more into red and white elements, since that's a big part of the ink painting style. And then I threw in some elements that kinda look lik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you know, just for the 装逼, yeah. Just doing some final touch-ups here, and that's pretty much it. And that's it for this video. And thanks for your watching. I hope it was helpful.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这次提供素材的小伙伴们，辛苦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他们的个人主页，还有去看他们的作品。这是以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分享一些知识点，希望能帮助到人吧。Peace and love， 拜拜。